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迪。今天呢是6·1国际儿童节。首先呢，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，还有心里面住着小朋友的大朋友们，6·1儿童节快乐！可能有人会问，儿童节不应该是给小朋友过的吗？大人也会过儿童节吗？其实呢，你说的没错，在中国，儿童节正式是给0到14岁的小朋友过的。那小学生呢，在这一天还会放假一天哦。不过呢，随着现代人们生活压力还有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很多大人说，只要我心里面住着一个小朋友，那我也是可以过儿童节的。所以今天你会发现，不光大人会对小朋友说儿童节快乐，小朋友们之间互相祝福，就连关系很好的朋友同事之间也会互相说一句儿童节快乐。那这种小小的问候呢，其实呢是一种关系融洽轻松的表现。那中国的小朋友儿童节一般是怎么度过的呢？那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前几天就会排练节目，在6·1儿童节这天要上台表演。那时候小朋友的妆都化得非常的夸张，妆容非常的浓，也非常的可爱。那现在想想呢，也非常的有意思。那等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，流程就不一样了。一般上午呢会去学校看演出，学校会请来剧团进行一个表演，比方说有变脸、唱歌、跳舞、变魔术等等活动。然后呢，中午他们在学校美美的吃一顿自助餐，下午就可以放假了。那下午的时候呢，我就带着我儿子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，我们可以去上海科技馆、自然博物馆、迪士尼等等。那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从中午一直玩到晚上回家。那在小学的时候，儿童节这天是绝对不能留作业的。现在呢，我的孩子已经是6年级了。那在上海呢，他就属于一个初中阶段。那在初中阶段呢，他的6·1儿童节就是在学校度过了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儿童节小朋友会收到礼物吗？当然会啦，乐高、遥控汽车、机器人、拉布布、布娃娃，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小玩具，都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礼物。这些礼物不一定来自于爸爸妈妈，也有可能来自于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舅舅阿姨这些亲人。有些福利好的国企和单位都会给有孩子的员工发放儿童节礼物。因为呢，我以前是在国企上班的，所以呢，每到6·1儿童节都会收到公司发给我的小朋友的礼物。那比方说这个越野车，就是前几年一年的6·1儿童节，我儿子收到的儿童节礼物。他大概只用了1个下午的时间，他就把它拼装完成了，说明呢，这个礼物真的是送到了心坎上。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大人们会抢着去过儿童节呢？你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一看就知道了，很多大人都在排队买儿童套餐，其实呢，就是为了里面的玩具。其实大朋友们买的并不是玩具本身，他们只是想在快节奏、压力大的这个生活下，找回一点点简单、纯粹、不用长大的东西，而且呢，同时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不管你几岁，平安、健康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那镜头前的你们，在你的国家，儿童节是怎么度过的？大人们也会过儿童节吗？你小时候收到过的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？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最后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娃今年的6·1儿童节礼物。今年呢，娃收到的礼物呢是一个文创盲盒。盲盒呢是这几年中国比较流行的一种
算是玩具吧。它是一个兵马俑考古盲盒。这个礼物是我儿子的舅舅，也就是我的弟弟送给他的。这是他去陕西省西安市旅游的时候，在当地买的一个文创纪念品。那大家也知道，秦始皇陵呢是一个国家级的旅游景点。那现在呢，我是不能给他去做的，我只能是大概的拆开来看一看，什么是盲盒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它类似于这样一个石膏体。那这里面呢还有工具，那基本上呢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敲下来。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个之前我儿子做的一个半成品。那这个呢也是一个盲盒，跟这个的材质是一样的。这边呢是石膏，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它的石膏体敲下来。我儿子在这边写了2个字“大佛”。这个呢是河南的一个文创的一个纪念品，也是我弟弟，也就是我儿子的舅舅送给他的。好了，那这个礼物呢，我们还是要等小朋友自己去拆。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方式去学习中文，也喜欢了解在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那可以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安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